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屠谶于天下，而法定的谶纬定本书籍一共有多少种呢？横集云：河洛五九，六艺四九，为81篇也。河洛五九指谶纬中的河图9篇，洛书6篇，还有贾托从伏羲到孔子演义的30篇，共45篇，合于五九之数，再加上七经纬36篇，所谓六艺四九，河洛六艺两者总计为81篇。这就是宣布屠谶所定下来的谶纬篇目。现在讲的谶纬篇目，也就是以这81篇为准。七经纬共有36篇，其中有一篇是什么还有争议。有人认为是命立序，有人认为是礼记磨坊，也有人认为是孝经左右契，但其他没有意义的35篇分别是易纬6种，书纬5种，诗纬3种，礼纬3种，乐纬3种，孝经纬2种，春秋纬13种，总共35种，分别是一纬集览图、前凿度、昆凌图等等。七经纬36篇中，只有一纬是比附易经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摘录和介绍一纬里有关的内容。汉代流传下来的一纬有集览图、前凿度、昆凌图、通卦验、释类谋、辨中备6种，但宋朝时又出现了昆凿度和前元序志记，因此流传至今的一纬共有以上8种。一纬讲卦气争验以明吉凶，认为风为气之动，卦则表现风气之动的先兆，由气可以验物，因之由卦气之正兆可以占吉凶。在周易八经卦之中，虽然只有8个卦，但历来的易学家对这8个经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。我个人粗浅的看法是，大概有3派，一派主张乾坤，也就是天地为主，一派主张以水火为主，认为64卦演变的核心都是围绕着水火而展开的。还有这里的一纬一派，则是认为风是关键。中医的理论中也有认为风为病之贼的说法，风在经房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甚至后世还发展出了专门的占风术、风角术。风的卦意为入，初学的人往往领悟不透这个入字的含义，认为入就是进入，那我把门关好关严了，你风不就进入不了了吗？而真相是，这个入字你要结合中医讲的病之贼来理解，贼不是你关了门就不进你家的。换句话说，占卦得到了巽的象，考虑的重点是入之后应该如何应对，而不是幻想着你有办法拒绝风的进入。下面我们就讲一下一纬8篇各自的主要内容。第一是集览图，这篇是把易经和历法结合起来，用64卦配合4季12月24节气72候，讲卦气占验灾异吉凶，以明天人感应。这书是被帝王集览，书中有图，故名集览图。集览图大概唐朝以后就已经残缺，只剩下一部分，而且仅剩下的一部分中还有后人多时补序的部分。据说此中有李淳风等人做的序注，而不全是郑玄之注。由于集览图说卦气起中伏，所以汉人引此书称为中伏传，又称中伏经，以60杂卦配1年360日，以风雨寒温占验政治得失，由灾祥以明天人感应，属于孟经易学一派。第二，前凿度，凿是开凿，度是路，前是天门。前凿度的意思是说，这是圣人开辟通向天上的道路，以明万化的本源。现存前凿度中虽然也有语句重复的地方，但还算是纬书中最为完整的，其首尾完句，可以看出汉代纬书的原型，在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。前凿度也是本于孟经易学而成，由于孟经易学在晋以后无传人，因此一纬中的前凿度和集览图等不可能是后世伪造的。第三，通卦验，通过卦气来占验吉凶灾祥。本篇通释卦气之争验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在某些版本的通卦验中记载有一些药方，如金刚、狗宝之类的药物，显然是后人增加的，
加上它本身就把天时节气等现象附会为灾祥吉凶之说，再加上各种来历不明的药方，所以学者对此书的态度多持否定怀疑。第四是辨中备，这一篇可以看作是通卦验的配合，从通卦验上发现了吉凶灾祥的征兆之后，该怎么准备防备灾祸呢？这一篇就重点解决如何在事前做充分准备的问题，所以叫辨中备。他说小便中备无益，说全无遗患，能确保万全。但现存本辨中备文字错乱，脱漏很多，几乎难以足睹，所以也不要轻易相信某人会读懂它。第五类是事类谋，本作事类谋，指卜筮其可行之类，欲为筹谋，故名事类谋。其实相当于占戒，就是告诉你有哪些事可以占，哪些事不可以占。对于可以占的事，告诉你应该如何提高筹谋。现在很多人学起卦都是看网上的视频，可能根本不知道还有占戒这一说吧。关于占戒，如果从无神论的角度看，大多数没有科学支持，但从实践经验来看，每一条占戒都可能是无数人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。正如卦爻辞一样，其文字内容莫名其妙，但应用起来却奥妙无穷。第六篇是坤灵图，坤指地，坤灵就是说地之灵妙，有图配之，故曰坤灵图。今本坤灵图有正玄注，但仅存乾、无望、大序等卦辞200余字，所以人们也只能看个寂寞。第七篇是乾坤早度，也称为坤早度。南宋译家黄震认为这篇文辞多鳌牙不易晓，实际上是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。第八篇是乾元续志记，这是宋朝以后人们杂抄诸伪凑成的，其内容虽不见于唐朝以前的古书，但并非杜撰。在内容上也说卦气占后，以坎震对离四正卦配四季24节气，以八卦配八风，每风相距45日，这些都与汉译孟经义学相合。以上就是一尾八篇的主要内容介绍。当代医学界对此比较有研究的有林中君著《医尾导笃》一书，内容上怎么说呢，也挺一言难尽的，因为流传至今的一尾八篇都是残缺不全，而且错误百出的。指望当今的任何人能从这些残缺不全中发现一个新大陆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况且一尾以神学为核心的使命本来就是虚妄之谈，若想在这残破的虚妄之中搜刮出自以为是的东西来，正应了邵雍的那句诗：梦中说梦重重望，床上安床叠叠飞。但林中君的这本《一尾导笃》还有一个最实用的价值，那就是它附带上了目前比较公认的8篇一尾简体字校注原文。这8篇如果你从网上单独买，也要几百块钱，而且还是繁体竖排无校对的。我个人认为，由于今传的一尾6种都是由郑玄做注的，与其在残缺中寻宝，不如直接研读郑玄的易学易说来的实在。目前公开的出版成果似乎只有林中君编著的《周易正式学禅微》集结成书了。郑玄易怎么样呢？这是我本人尚未深研的领域，期待方家交正。谶纬是神学迷信，那么谶纬里究竟造了什么样的神呢？有哪些神通表现呢？它又迷信在什么地方呢？说出来，其实在我们的身边，在生活中大家都不陌生。在下个视频里我们详解。